这里是哪里？我不是被车撞了吗？欢迎宿主进入古代世界，我是宠妃系统，你的任务是攻略男主裴深，只要你跪舔他，获得100%的好感度，你就能回原世界拿走1个亿。跪舔？怎么有问题？男主可是太子，位高权重，万千少女的梦。信不信我什么都不做，他就得跪舔我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他要能舔你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那你这颗球我踢定了。哼！听好了，原本的剧情是裴深被追杀掉下悬崖，被在山洞生活的你发现，你要用医术救活他，借着疗伤日久生情，等皇室找过来，他就会带你回京进宫。行，知道了。现在他快掉下来了，积分先借你，快买保命丹药救人。大傻春儿，你买错了，这些东西是让你以后进太子府跳惊鸿舞用的，你现在把它们买来做什么？系统，我觉得你这获得好感度的法子效率太低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就凭你这些乱七八糟的破烂玩意儿，能顶什么用？我这里有条通天大道，你走不走？尔等何人？为何擅闯吾之地？你又是何人？你面腹黑煞，气运晦暗，血光缠身，劫难未尽。今日坠落于此，是劫，或也是缘。跪下，3叩首，吾可指你一条生路，破此死局。放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跟什么人说话？殿下何等尊贵，你竟敢在他面前装神弄鬼！我今日就砍了你，看你是人是妖！大傻春，我都说这招不行了，这位是裴深身边的死士，一刀就能把你砍死。我告诉你，你可没有复活金手指，你要被杀了可就真死了，快躲开啊！无知凡人，敢对神明不敬，那就别怪天道罚你。我操！你真是神仙，神仙饶命！死士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系统，看他这小眼神，好感度现在多少了？查到了，目前好感度是0。什么？我都引雷劈人了，这狗太子心是有多硬，一点好感都不长。那个其实也涨了，刚开始他对你的好感值是-20，现在变成0，相当于一口气涨了20点。宿主，虽然你这人爱装，但你确实是我见过好感度涨得最快的一个了。哼，男人，就算是太子，也得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神威。宿主，你透个底，那雷到底哪儿来的？难不成你在这个位面觉醒了什么隐藏的法术天赋？什么法术？这可是打雷天，他手里死死攥着铁剑，那不就相当于活生生的避雷针吗？我只不过是掐准了时机，在那儿指点江山而已。你真是装出了科学新高度。你既已认错，吾便不会伤你性命。这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。尘世之人，速速离去。神女请留步。您刚才说能给殿下指点生路，求神女垂怜，救救我们殿下！殿下深系国运，他绝不能死在此处啊！救他，倒也未尝不可，但吾之规矩不可破。吾方才已言明，想要生路，他必须亲自下跪叩首。神女，殿下千金之躯，若要折辱，小人愿替殿下受罚。我给您磕100个头，求你。你替？他的命格，他的劫数，他的因果，你区一介凡人，承受得起吗？
既是真神，凡间虚礼自是无谓，但求神女指点一条生路。系统，快，有没有疗伤药？赶紧给我整一套，人命关天。有，但商城规则你是知道的，得用好感度买。他现在对你的好感度刚攻0，而且你买那台鼓风机还欠着我10个积分呢。没有就没有呗，抠门。大家都是同事，老提欠账多伤感情。对了，系统，我记得你自带瞬移功能对吧？你想干嘛？别打这种主意，那很费能量的。系统，把烟雾机的功率开到最大，别让他们看清周围。收到。闭上双眼，神明归位之徒，凡人不可直视，违者神形俱灭。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系统，发动瞬移。可以了。竟然真的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殿下，殿下，我们真的回来了！这里是京城，是太子府，神迹，这真的是神迹啊！殿下果真身负真龙之气，乃天命所中，竟能于绝境之中得遇真神垂怜，此乃天应殿下大宣之福啊！是啊，这份机缘果真难得。行了，别装了。系统，送我回山洞。收到。快，看看裴深现在对我的心动值是多少？这种跨时空大变活人的戏码，总该给点力吧？查到了，目前男主心动值是30%。宿主，你也太牛了！你知道吗？之前有个攻略女，为了刷他好感，衣不解带贴身照顾他7天7夜，也不过才10%啊！你倒好，面都没露几次，这好感度竟然能有这么高，简直不科学！这就是人和神的区别。凡人求爱，神明赐恩，哪个分量重，你心里没数？趁热打铁啊，宿主！咱们明天就去太子府，你就以救命之恩的名义住进去。到时候咱们来个同居日久生情，这进度题还不得起飞？不要啊？为什么？这多好的机会啊！我现在可是神仙，你见过哪个神仙会眼巴巴的上赶着去找凡人的？那叫自降身份。行了，先别废话，先把那欠你的10个点好感度扣了，省得你老惦记。你们这宠妃系统里的东西，怎么全是这些讨好男人的小玩意儿？就没点更有挑战性的？宿主，看看这些，这可都是宠妃系统里的核心科技，只要用了这些，保准那裴深见你第一眼就走不动步，恨不得把你揉进骨子里。全是这些下三滥的小玩意儿。系统，问你个事儿，你们这生子丹是不是吃了就一定能怀上？那必须的，这可是商城爆款，吃了准保1胎多宝。宿主，你是不是开窍了？打算去找裴深，先来个救命之恩，再借机吃药，最后带球跑路，玩一出追妻火葬场。我跟你说，这生子丹的路子特别稳，之前好几个前辈走这个剧情，不到2年就把好感度刷满了。你想多了啊？那你要生子丹干嘛？你见过哪家神仙会屈尊降贵给凡人生孩子的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干。宿主，你不去见裴深，也不让他找你，怎么培养感情？好感度怎么长？你放心，我不去见他，他也会疯了一样来找我的。你就吹吧，人家可是大宣太子，见过的神婆多了去了。好了，准备开工。宿主，你疯了！
你真的把所有点数全买了生子丹？那可是你辛辛苦苦装不是赚来的命根子啊！急什么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可你拿这么多生子丹到底要干嘛？裴深现在可不在你身边，你难不成要自产自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这叫战略储备。父皇，儿臣奉旨巡查西南3州特大旱灾，竟查出数百万两赈灾银款被层层盘剥挪用，灾民一子而食，惨不忍睹。儿臣顺藤摸瓜，所有关键证据皆指向四皇子。正因握此铁证，儿臣回京途中遭遇重重劫杀，命悬一线。那你又是如何脱险的？回父皇，儿臣坠入深渊崖底，得遇神女显灵，神女挥手引雷，瞬移千里，亲手救下儿臣性命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是裴深污蔑儿臣啊！混账！赈灾银款关乎万民性命，你竟敢贪墨挪用，致使灾民流离失所，证据确凿还敢狡辩？得削去你四皇子爵位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圈禁宗人府，所有家产抄没充公，恐发西南灾民。父皇，儿臣知罪了，求父皇饶命啊！裴深虽贵为太子，但处境如履薄冰。皇帝膝下6子夺嫡，他非嫡非长，亦非最得军心之人。四弟虽然受创，但姑的位子依旧不稳，唯有神女才是破局的关键。大宣太子裴深感念神女救命之恩，特率百官请神显灵。神女，你真的还在这里吗？只要你能再现身一次，便能名正言顺，得天下民心。一叩首，求神女现身。殿下，神女今日怕是又不会现身了。无碍，神女清修，岂是凡人想见便见的？传姑密令，即刻起拨专款修缮此洞，再命京城最好的金匠为神女塑金身。宿主，快看面板，裴深这几个月简直把你供起来了，天天以你的名义开仓放粮、修桥补路。现在民间都传疯了，说裴深是天命所归。瞧瞧，心动只有涨了20%，长得不错，看来这狗太子挺会上道。系统，把这20%全给我换成生子丹，立刻，马上！大傻春，你疯了！那可是生子丹，你辛辛苦苦攒的点数，就为了喂猪？你懂什么？裴深在京城造神，我也没闲着。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猪，这是我未来的审计大军。神女下凡来养猪，宿主，你真是史上第一人。你就看着吧，这猪要是生起来，连裴深都得吓得跪下叫娘。生子丹果然威力显著，只用1头公猪，就让这大半个山头都姓裴了。宿主，这猪是不是太多了？这已经不是养猪了，这是猪灾吧？鸡比猪吃的少，一颗药能管100只。鸡生蛋，蛋生鸡，不到2个月，这数量我也数不清了。鱼本来就爱生，生子丸一撒，半个月就能泛滥成灾。宿主，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咱们这是宠妃系统，咱们的任务是宫斗，不是荒野求生或者种田文。瓜鱼呢？别吵。裴深这几个月找了你无数次，回回在洞口磕的响头咚咚响，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现身啊？再不现身，这好感度都要长毛了。别急，马上了。陛下，当初4皇子贪墨赈灾银虽已伏法，可西南害灾至今未消，
殿下口口声声说神女显灵救驾，可如今灾情更重，那所谓的神女在哪儿？怕不是殿下自导自演，欺君罔上？父皇，神女救儿臣确实是真，儿臣绝不敢妄言。够了！国库空虚，朕拿不出第二笔银子去填那个无底洞。传旨给各州府，让他们自行解决灾民。朕不管他们用什么法子，别让这些恶鬼冲进京城！滚！都滚！上头有令，不许任何灾民留在本地。关老爷，求您给条活路，给口水喝，孩子快饿死了。不走就杀，这也是为了解决麻烦，总不能让他们死在城里臭了官道。去京城，京城有神女，咱们走。让开！都让开！这是送往神山祭祀水女的贡品，惊扰了神驾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咱们连树皮都吃不上了，那什么神女竟然要吃这些大鱼大肉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横竖是个死，与其饿死，不如抢个饱死鬼！抢啊！为了活命，抢了这些官老爷的粮食！京城暴乱，抢夺粮铺，打砸公卿府邸。裴深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祥瑞？你说你见过神女，神女护佑大选，现在灾民遍地，你那神女在哪儿？父皇息怒，儿臣定能请出神女解决此难。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请不出神女平定民心，解决粮荒，你这太子也就当到头了。神女，裴深求见，京城大乱，民不聊生，求神女垂怜，救一救这天下百姓。宿主，第一天结束了，男主好感值掉了，现在是45%。结什么？殿下，您已经跪了1天1夜了，神女她……住口！神女定是在考验顾的诚信。宿主第2天也要过完了，好感度又降了，已经降到30%了。稳住，不到最后关头，神迹就不够震撼。殿下，恕臣直言，这荒山野洞，除了些装神弄鬼的把戏，哪有半点神女的影子？为了储位，竟敢编造神迹，欺瞒圣上和万民。殿下，你这心机也太深了！什么神女？我看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幌子。走吧，各位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住口！我亲眼所见，神女的确存在。够了，是我和殿下一起见到的神女，她是真的存在的。谁敢再多言半句，格杀勿论！再敢多言半句，格杀勿论！退下。20%，宿主，好感度已经跌到20%了。只要降到30%，你就会被系统强制抹杀，灰飞烟灭。你快出去啊！再等等。还等什么啊？你没听见外面那群老光顾吵成什么样了吗？裴深已经在崩溃边缘了。你这段时间养的那些猪、那些鸡、那些鱼，不就是为了现在吗？你快出去啊，不然他真的要对你绝望了。25%、27%、29%，宿主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炸了！是谁在诋毁本神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哪来的这么多畜生？殿下，你看！祭见本神，为何不跪？神女，神女真的来了！这些都是神女带来的袭击，
天降祥瑞，神女显灵，神女万福，神女显灵，神女显灵，神女万福。完了，我刚才竟当众诋毁了神明。若是神明降罪，我全家老小。系统，别废话，快报数，到底涨了多少？80%，80%了，宿主，你简直就是我敌神！我可算看明白了，你这招叫做釜底抽薪啊！先让他感受到极致的绝望，再在最后一秒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，这男人的心理防御被你彻底轰碎了，你把他玩得死死的！才80%，我都救他于水火了，竟然才80%！狗太子果然没有心。汝等所愿既遂，且自归去。自此往后，莫再踏入此间，扰无清净。系统，顺意。收到，宿主。殿下，神女显灵了！殿下，神女虽然离去，但赐下了神迹，这些足够救灾民了。感谢神女，留下几头种猪，这猪体魄强壮。感谢神女。陛下，神女赐下，只要给臣等一段时间，这些神畜便可发放全国，大宣再无饥荒之忧。好，此乃大宣之福。神女救了咱们全家的命，咱们得给神女建庙，日日烧香供奉。对，建庙，求神女保佑大宣风调雨顺。神女有令，不准任何人扰她清修。此处方圆10里，封山看管，违令者斩。属下领命。这日子才叫生活，之前又是养猪又是喂鸡，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，累死我了。封山封得好，裴深这小子还算听话，总算能歇会儿了。歇什么歇？宿主，这都快1个月了，裴深在京城天天念叨你，好感度一动不动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去京城？宿主，你倒是动动啊！这都快1个月了，裴深的心动值就像死水一样，动都不太动的。我为什么要进京城？在这里待着不香吗？你不进京，又不允许裴深来找你，你们2个怎么培养感情？没感情哪来的好感度？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急什么？放心吧，不出3天，3天之内他们就得亲自来请我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怎么请。父皇，神女向来喜静，还请父皇切勿惊扰。还真让他爹亲自出马了，毕竟是当今天子，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系统，这地方1没网2没床的，我真是1天也待不下去了。宿主，那咱们现在就闪亮登场，衣服换那套最鲜的，特效拉满，别心疼那点心动值。皇帝，唤吾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请审刑入住我皇宫，受我裴氏一族万世供奉，以此佑我大宣国祚绵长，保我裴家江山永固。皇帝，你太贪心。吾乃顺应天地而生之灵，岂是专思一族一国福祉之器？况且，吾若应你，吾能得到什么好处？这神女乃9天之灵，朕本以为神女想要的，只要是朕有的，只要这天下有的，神女尽管拿去。宿主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怎么才能让这老头顺其自然地把龙椅挪给裴深？宿主，你胃口这么大，直接要皇位？那80%的心动值已经卡了很久了，不把这摊子烂事理顺，那20%估计这辈子也刷不出来。这便是他命运的开端。生母离世，从出生起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弃子。
被随手丢进了深不见底的坤宁宫，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可笑的是，这份短暂的温情竟成了他这辈子最珍贵的念想。他以为是救赎，却不知这不过是皇后不孕时用来填补空虚的慰藉罢了。一旦有了亲生骨肉，这份虚假的温情便碎得彻底。他从慰藉变成了碍眼的肉中刺，往后10几年的道德绑架不过是皇后彰显贤德的工具罢了，半分真心从未有过。宿主，你在看什么？皇帝正等着你回话呢，他说什么都可以给你。再看一个可怜虫。可怜虫？他可是太子。太子？你真以为这皇帝老儿爱他？皇帝让他当太子，不过是想让他给自己那个最心疼的小儿子当挡箭牌。你是说五皇子？没错，遗诏都立好了，继位的是老五，裴深不过是用来挡明枪暗箭的靶子。那皇后呢？毕竟养了10几年。皇后当初不孕的时候对她还好，后来治好了，有了亲生的，裴深就成了肉中刺。这些年他除了道德绑架，给过他一分真心吗？他身边的亲人、朋友全都背叛过他。你觉得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男主想要的是什么？钱？权？错，他这种女平文男主不需要权势滔天，他心底最深处的渴望是很多很多的爱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陪他过一辈子？不需要。如果我是普通人，想让他感受到爱确实很难。但现在我是神，凡人给的是关心，神给的叫偏爱。只要我露出那么一点点的偏袒，就足够压死他心里的那些怀疑了。住手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女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，竟敢在父皇面前诋毁神女？放肆！冲撞神驾！你长了几个脑袋？我可没有乱说，陛下，太子殿下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神女，她是我爹流落在外的私生女裴春荷。她从小就诡计多端，这所谓的圣光神迹，定是她搞的歪门邪道。你也认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快告诉陛下，她到底是不是裴春荷？裴爱卿，抬起头来。你女儿说的话，可当真？回陛下，臣的庶女春荷年方16时，确实在城外山林失足坠落。臣当时带人搜寻了数月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神女仙姿，臣一介凡胎，实在不敢直视亵渎。但方才惊鸿一面，那眉眼轮廓，确实与臣那不少女有7、8分相似。臣不知，不敢妄断。现在又重操旧业，这就是个骗局！你们全都被他装出来的样子骗了！系统，快往上拉，快把我拉上去！宿主，我在拉了，我在拉，哎呀！大家快看啊！我就说她不是神女，被我轻轻一拉就掉下来了，哪有这种弱不禁风的神仙？你们全都被这个人骗了！
系统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为什么没拉住我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宿主，你没看之前发给你的背景人物小传吗？什么小传？我现在只想知道为什么神女剧本会翻车。因为你这具身体确实就是裴春荷啊！你说什么？眼前这个拉你的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，如果你按正常宫斗文逻辑走，她就是你的恶毒女配死对头。宿主，好感度开始松动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满朝的官都在这看着呢。怎么办？继续装逼。放肆！吾本念尔等乃凡俗之躯，不是天道，故而多番宽容。你还敢装？你这个……既敢以凡胎污浊之躯，妄测神明者，便领受此罚。凡古承不起天言，自此软服于地，7日不得起身言语。望尔静思子过。神女息怒！神女息怒！这借口给的正好。裴秋云啊，裴秋云，你这一闹，倒省了我找借口发挥的力气。接下来该轮到神谕登场了，是时候让这位皇帝挪挪屁股，把江山交出来了。五皇子裴灵，皇帝遗诏里的那个心头肉，这可是裴深最大的死对头。这恐怕不是天罚，而是神女给裴小姐用的软骨散吧？神女方才说是天罚，那这药粉是从哪儿调出来的？裴灵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质疑神女！皇兄，神女若真是天道化身，何须用这种下三滥的药粉？你是被这妖女迷了心窍，还是说这场戏本就是你导演出来蒙蔽父皇的？你放肆！父皇，若她真是神女，举手投足便能造福苍生。如今西南数州大旱未解，百姓颗粒无收。若她真是神女，便该有呼风唤雨之能。不妨请神女在此当场祈雨，若干粮降下，儿弟当场叩首认罪，任凭处置。若求不来雨，便证明此女是妖，当诛。神女，西南久旱，民心动荡，你当真能祈雨？皇帝，连你也在质疑天道吗？既汝不信，那吾在汝等眼中便是妖女。系统，就是现在，赶紧把我瞬移弄走，越快越好。明白，宿主请坐稳，传送开始。人呢？凭空消失了！五皇子，你糊涂啊！普通凡女怎么可能凭空消失？这分明是神女动怒离去了。是啊，五皇子如此亵渎神灵，恐要招致天谴。快下跪认错吧，莫要牵连无辜的苍生啊！各位大人，是不是神女？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了。这些可都是日夜为神女烧香、最为虔诚的信徒。如果神女不肯降雨，那本王就用这些人的鲜血和尸体来求。神女既然如此慈悲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您的信徒因您而死吧？裴灵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拿无辜百姓的性命，我是用威胁！好。
日之后不会求雨。宿主，我求求你，下次你要答应这种送命题之前，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？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出场设置了？我是宠妃系统，宠妃，我的商城里全是勾引男人的药和变漂亮丸子，根本就没有下雨的道具。那我能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裴灵在祭坛上杀人，他可是皇帝的心头肉，他既然敢当着老皇帝的面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，他就真敢砍下去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答应，那几十颗人头现在已经落地了。唉，宿主，你是不是太心软了？唉，你要搞清楚，这只是一个书中的位面，那些人不过是几个纸片人而已。现在好了，大话放出去了，3日后要是求不来雨，你的神女身份会被当场识破。到时候裴深这辈子都不会再信任你，我们的攻略任务就彻底玩完了。宿主，你透个底，你真的会求雨这种玄学？求雨不会。不会你还敢答应？但我会人工降雨。我刚才看过气象监测了，西南方向有大量积云，湿度够了。咱们商城里有干冰，只要准备几个大型热气球，把干冰运到积云中心。热气球，干冰，到时候雨自然会下来。宿主，你可真是牛逼！牛逼谈不上，不过是以前在学校学的一点科学小常识罢了。皇兄，看来你对这位神女当真是深信不疑啊！连她可能是裴家那个装神弄鬼掉下悬崖的庶女，你也不在乎了？吾弟慎言，神迹在前，民心所向，神女的身份不是你说她不是就真能抹杀的。神迹，那不过是些障眼术罢了。待会儿若这求雨的戏演砸了，不知皇兄要如何收场。恐怕到时候你这好不容易坐稳的太子之位，就要跟着那神女一起被百姓的雨水，不，是被唾沫星子给冲走了。画中女子确实与她长得一模一样，可那些凭空出现的猪羊鲫鱼，凡人又怎能做到？姑，赌你赢。吉时已到。时辰已至，天道有常，则必苍生。今西南久旱，生灵涂炭，非天不仁，乃人心自闭，德政不修。雨来！皇兄，你的神女莫不是法力失灵了？吾以造化之名唤云中水灵，听吾敕令，雨来！哪来的雨？父皇，看清楚了吧？他根本就是个……闭嘴！放肆！妖女！妖女竟敢伤我儿！来人，给朕拿下！将
就地格杀！雨，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！神女，是神女换来的神雨。神女显灵了，神女万福！你活不了了。宿主，快看，男主裴深好感度+5%，当前好感度85%、86、87、88、89。90%，7%了，宿主，他心跳快的都要爆表了。神女，裴深，你可知，你这一路坎坷并非天厌，你幼年失嗣，少时孤苦，尝遍了这世间的冷暖。也历尽了亲信的背叛，世人皆以为这是你的不幸，可你须知，此非搓磨，而是天道的淬炼。若无这千般搓磨，便铸就不了你如今能成万民之众、担江山之责的脊骨与心性。这帝王之位，非你父皇赐予。非你兄弟相让，乃天道运行，万民气运所终。裴深，你便是天道择定的下一任人间之主。至于吾，前世欠你一段未了的姻缘，此番入世救你于绝境，助你正位，皆是为了偿还。如今因果既了，尘缘当尽。人缘当尽。男主裴深好感度+3%，当前好感度100%。恭喜宿主，攻略任务圆满完成，是否立即脱离本位面世界？不要。是。宿主，那个世界的后续出来了，说说看。五皇子裴林死了，断臂之伤本就重，又在那场大雨里淋了那么久，回去就高烧不对，没几天就感染断了气。意料之中，这就是他的命数。还有，因为你当众宣称裴深是天选的下一任皇帝，老皇帝亲眼目睹了神迹，早已吓破了胆。再加上五皇子病死，他觉得自己气数已尽，上个月已经正式下诏退位了。宿主，裴深现在在那边可是个大红人哦。怎么说？他确实是个好皇帝，勤政爱民，整天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有使不完的牛劲儿。大宣朝现在可是歌舞升平，那也不枉我费了这么多干兵。这帝王之位，我乃大宣第3任帝王裴深，字景渊，生于偏殿，母妃血崩薨逝。我不过是父皇制衡朝权的一枚棋子。太子当谨言慎行，莫要误了皇家体统。随着武帝降生，皇后的目光再未在我身上停留过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知道这深宫之中再无我的位置。我领到的膳食清冷，衣物布料甚至不如得宠的宗室子弟，但我不怨也不争，我只等一个机会。3岁时签字，5岁通诗书，我并非最聪慧，却最是隐忍。父皇立我为主，是因为我无母族撑腰，最易掌控。这深宫之中，人人心知肚明，待武帝长成，便是我被废黜之时。我原以为此生终会拱手让出储位，
却不料天命弄人，与雅典绝迹于神女，自此一生皆为他所感。殿下，四皇子今日又在朝堂上为了封地的事争吵不休，您真的不去争取一下？不必，朝堂之上，谨小慎微即可。不结党营私，不与诸皇子争宠，这才是我的生存之道。贵人，给口吃的吧，西南已经没活路了。西南3州特大旱灾，灾民100万，谁愿代朕巡查？儿臣裴深愿为父皇分忧，领命巡查西南，哪怕是险途，我也必须去。这是我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次，也是我勘探朝局的最好机会。数百万赈灾银，到灾民手里的竟不足1成，四皇子的手伸得比朕想的还要长。收好这些证据，走，即刻启程归京。杀！一个活口不留！殿下，对方人太多了，快走！身中数刀，坠入万丈深渊。原以为此生便止于此了。紫晨宫的权谋，民间的疾苦，终于都与我无关了。却不料，这雅典竟是我此生的传奇。尔等何人？为何擅闯无知殿？你面覆黑煞，气韵晦暗，血光缠身，劫难未尽。放肆！竟敢对殿下出言不逊，装神弄鬼！不可！住手！神仙饶命！小人有眼无珠，神仙饶命！这世间竟真有如此神迹！跪下，3叩首，吾可指你一条生路，破此死局。神女，殿下重伤，小人愿替殿下下跪叩首。你替？他的命格，他的劫数，他的因果，你承受得起吗？我身为大宣太子，金枝玉叶，何曾向人下跪过？可如今生死一线，且他眼中竟无半分对皇权的觊觎，仿佛这世间万物皆入不了他的眼。真神在上，裴深求一线生机。闭眼。这里是孤的府邸。殿下回来了，我们真的回来了。难道真的只是一场幻梦？不是真的，那道身影，神女，神女显灵，神女显灵，这定是神迹啊！殿下，
瞬移千里，落雷神迹。起初我只觉荒谬，怀疑这世间怎会有这般神秘莫测的女子。可眼前的一切由不得我不信，这黑暗深宫里竟真的照进了一束光。父皇，数百万赈灾银两被层层克扣盘剥，证据确凿，皆指向四皇帝。四子虽倒，可父皇眼中并无半分欣慰，这楚卫依旧如履薄冰。借道。修缮此洞，不可有半点怠慢。以神女名义，全城开仓放粮，救济难民。是。如此造势，可收民心。可我心里清楚，我更想亲眼再见他一面，挥之不去，为何会生了根？听说了吗？太子殿下坠崖与神女相救，那可是引了天雷的。太子殿下定是天选之人，大宣皇室受真神庇佑啊！民心日盛，流言如刀，亦能成盾。殿下，如今全京城都信了神女之说，您名望已极，依臣看，不如趁势加派人手搜山，将神女接回太子府供奉，岂不更稳固地位？接回太子府？是啊，神女若能坐镇府中，那些宵小之辈哪还敢觊觎楚卫？她是9天神女，此前不过是她红尘落脚之处，凡人怎敢妄想将神明居于樊笼？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救我是怜悯，还是机缘？为何救了我，却又不肯现身见我？深宫樊笼，我给不了你，除了等，我竟别无他法。西南大旱，流民入京，各州府办事不力，竟闹出暴乱。裴深，你不是说神女护佑吗？朕命你即刻出城，请神女现身。若平不了这灾民之困，你这太子也别当了。儿臣领命。殿下，5日了，您还要在这里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是啊，莫不是殿下为了稳固楚卫，杜撰了神迹，置百姓于不顾？若你真是一场幻梦，那我裴深这一生便真的再无指望。是谁在诋毁本神？神女万福，神女显灵，求神女恕方才不敬之罪。你终究还是来了，欢喜如潮水将我淹没。哪怕你是神，哪怕你如此淡然，只要你未曾弃我于暴苦，汝等所求，吾已与之。自此往后，莫再踏入此间，扰吾清静。传古口谕，此山列为禁地，擅闯者诛9族。你此时可在洞中歇息？我知你就在山中，守着我，也守着这大宣的江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对他的情谊浓得再也化不开。为何你对我永远这般淡然？直至今日父皇求他现身，我才恍然看清自己的心。裴深啊裴深，你这一生缺的从来不是权势，而是一份纯粹毫无功利的爱。母后早逝，皇后薄情，在这深宫里，父子之情淡如水，手足之情利如刃。身边这些人，哪怕是舍命护我的死士，不也是因这太子虚名才依附于我吗？唯有你，第一次见我时，我满身血污，狼狈如丧家之犬。他救我，并非因为我是太子，他助我平定灾情，留下神迹，亦非图我这凡间的权势回报。这份纯粹，裴深啊裴深，已经生了贪念。可你是高高在上的神女，我是这泥泞凡尘中的一介皇子，奢求神明的偏爱，当真是痴人说梦。住手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根本
不是什么神女，她是我爹流落在外的私生女裴春河。闭嘴！你这疯妇，竟敢在父皇面前，在真神面前信口雌黄，诋毁神女，你该当何死？不，绝不可能是凡人。若他是裴春河，那压地的神迹算什么？我这数月的惦念与救赎又算什么？难道一切都是一场骗局？裴尚书，抬起头来！你女儿说的话当真？回陛下，臣那庶女春和确实在数年前失足落崖，搜寻未果，方才惊鸿一瞥，轮廓确有几分神似。爹，你怕什么？他就是裴春河，他从小就爱装模作样。放肆！快拦住他！裴秋，神女！凡古承不起天言，妄测神明者，当临此天罚。那一刻，我便知晓，无论她是九天神女，还是裴尚书府那个失踪的庶女，我都信她，护她。身份早已不重要了，你是我此生唯一见过的光，唯一的救赎。既然是神女，那这西南数州的百年大旱，您总不能不管吧？3日为限，若无干连，这些口口声声信奉您的百姓，便用他们的血来祭天。裴灵，你敢动他们分毫，孤今日便在这祭坛之上取你狗命！好，3日之后，吾必降甘霖。16岁失足洛阳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裴春河，你究竟是谁？这3日，我度日如年，怕你求不来与身份败露，更怕你为了这万千苍生，伤了你自己的身体。情根深树，原来竟是这种滋味。无论你是谁，我都已经无法自拔了。皇兄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守在这儿？哈哈哈！等会儿要是这求雨的戏演砸了，这台子可就是他的断头台。五弟，你最好祈祷雨能下来，否则姑今日先拿你祭天。雨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神女，这就是真神！父皇，此女亵渎神灵，欺瞒圣上，按律当诛。不会的，神迹定会出现。你是那个在崖底拉我出地狱的人，你绝不会输。原来是缺个祭品。啊！我的手！神女下来了，下雨了！心跳如鼓，这满腔翻江倒海的情意，终究是藏不住了。
裴深，你可知，你这一路坎坷，并非天道所厌，实乃天选。你幼年失势，少时孤苦，尝遍了人情冷暖，历尽了背叛之苦。但你要记住，此非搓磨，而是天道对你的淬炼。若无这千般苦楚，便铸就不了你能成万民之众，担江山之责的脊骨。这帝王之位，非你父皇赐予，非你兄弟相让，乃天道运行，万民气运所重。你便是天道择定的下一任人间之主。竟然，这世间竟真的有人懂我的苦，懂我的不甘，懂我的野性，甚至懂我所有深藏于心的渴望。这一刻的懂得，比什么帝王之位、荣华富贵都更让我动容。吾前世欠你一段未了的机缘，此番入世，救你于绝境，助你正位，皆是为此。如今因果既了，尘缘当尽。我不想要什么帝王位，我也不稀罕什么天选之人，我只想要你，只想跟你朝夕相伴。求你别走，不要走！世界怎么是凉的？他走了。神女飞升了，神女会不见了！脑海中一片空白，耳边全是嘈杂，心底却只有荒芜。就这样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守着这万里江山，守着这份再也送不出去的情。五皇子轰了！陛下，五皇子重伤不治，已经去了。神女显灵，天命所归，朕气数尽了。传陛下圣谕，下诏退位，传位于太子裴深。儿臣遵旨谢恩。朕受命于天，改元景和，取景明风和，国泰民安之意。吾不负你所望，整顿朝纲，轻徭薄赋，将这大宣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朕是百姓眼里的明君，是这天下的主。可只有我生的荣光，皆因你而起，而这一生的执念，也皆因你而生。除孤之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违者斩。遵旨。年年岁岁，孤都来看你，可你为何再不肯现身？金身依旧崭新，可那衣着飘飘的身影，终究只是留在了记忆里。你究竟在何方？你可知，这万里江山，朕已为你守好。可这世间繁华，朕却再无人与之共享。陛下登基多年，后宫空虚，为了皇家子嗣与大宣国本，求陛下广纳妃嫔，早立中宫啊！此生，朕唯念神女一人，立后之事，莫要再提。后宫空寂，只因这心里早就装不下旁人了。左右之人皆以为朕痴迷鬼神，可朕念的从来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神，而是那个在崖底救我性命，在祭天台为我撑起一片天，最后对我温和一笑的女子。不管是九天神女，还是裴家那个落难的裴春和，对我而言，皆是你。
皆是我这漫长寒夜里唯一的一束光。我生于深宫，长于孤寒，原以为此生不过是权谋棋局中一颗随时可起的棋子，可因为你，我成了天选之人，成了这大轩的帝王。陛下，夜深了，龙体要紧。你走得潇洒，却独独留下朕一个人。你放心，这万里江山，朕替你守着；这满腔执念，朕替你藏着。直至终老，朕也会替你守好这太平。若有来生，朕不愿再做这万民之主，不愿再踏入这深宫半步。朕只想做一介凡人，去寻一处山水，守着它，护着它，不求它的神迹，也不再奢求它的偏爱，只求岁岁年年朝夕相伴，不负此生相遇。神女，这一生，朕守好了你的江山，也守好了你的百姓。如今，朕来寻你了。尔等何人？为何擅闯吾之地？此生遇他幸矣。